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袁绍的专武。袁绍是一个机制非常简单的武将，他就是专门用来回怒用的。在有专武前，他的怒攻可以提升我方全体15%，最终伤害持续2回合，并且让我方全体回怒200点，是个专门用来打伤害排行榜的武将。这次袁绍新专武给的能力也全都和他的怒攻有关。专武略有小成的效果，将袁绍怒攻可以为我方全体提升的最终伤害，从原来的15%提升到了30%，并且还多给了一个可以提升全体最终命中率8%的效果，同样可以持续2回合。而专武给的最大质变就是，这些效果都是可以叠加的，最多可以叠加至3层，这个提升是非常巨大的。最终伤害是在伤害计算公式中是非常靠后才计算的高级属性，比攻击防御、伤害增加减免和抗灭都还要靠后，因此可影响的结果会非常大。大部分武将的最终增伤都只能供自己使用，而能给全体提升最多最终伤害增加的，也只有钟会的35%提升。袁绍的最终伤害增加可叠3层，一共是90%的最终伤害提升。目前在整个游戏里，也只有袁绍能做到。专武的炉火纯青效果，给了袁绍降低怒攻目标8%防御力的能力，一样是持续2回合，但这次最多可叠加至4层。袁绍的怒攻目标是全体，所以这也是一个能对敌方全体减防的技能。4层最多可减少全体32%的防御力，比起第一个技能其实逊色很多。而且技能效果只维持2回合，想要达到最高点的4层，就要1回合放2次怒攻才行。叠到最高层的难度也比第一个技能高了许多。袁绍的2个能力，一个提升了我方最终端的输出能力，另一边则是削弱了敌方最基础的防御能力，此消彼长，也让我方全体的输出能力提升了不少。不过袁绍的能力，不管是增伤还是减防，都是需要叠加才会有高收益，但在一般的战斗里，是很难让你有机会稳定的1回合释放2次怒攻去叠增伤减防的。而且袁绍的增伤效果比较慢，也无法像钟会一样在开场就给灭队增伤。所以专武给的这2个能力，恐怕还是无法改变袁绍只能用来打伤害排行榜的用途。在打伤害排行榜时，需要照顾的地方就没有那么多，你可以多上能增加怒气循环的武将。按场合需要，有时也可以不必上生存类的武将，在排阵上就相对自由很多，也更容易发挥袁绍叠增减伤的能力。专武的神乎其技效果，一样是对袁绍怒攻的提升。有了专武后，袁绍怒攻时会对敌方血量最高的单位添加秋后算账效果。被秋后算账的目标所受到的伤害会被记录起来，并在袁绍下一次怒攻前结算，造成目标所受伤害总量的10%真实伤害，但伤害不会超过袁绍攻击力的300%。袁绍的伤害记录效果还会随着袁绍释放怒攻的次数而提升，最多可记录所受伤害的50%，并且伤害不会超过袁绍攻击力的1500%。技能里并没有写明每次释放怒攻后可以提升多少伤害记录上限，我们就当它是每次提升10%，最高释放5次怒攻后就可以达到最高点好了。5次怒攻后，敌方血量最高的武将在每回合都会受到来自上回合所受伤害1半的伤害。这个效果听起来好像还蛮猛的，但实际效益却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。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只记录实际血量的损伤，若对手身上有护盾而造成血量损伤减少，袁绍所能记录的伤害就不多。第二是他记录的是血量最高的武将，每次怒攻前会重新判定，这也代表这个武将的位置很可能是你很难对他造成伤害的位置，比如他一定不在你主输出的输出范围里。这么一来，除非你的主输出是攻击全体的，否则这个秋后算账能记录的伤害就不会太高。不用说，这项能力一样是不适合用在 PVP 上的。不过秋后算账的能力用在打伤害排行榜上也是有好处的，那就是它不容易打死人并造成减员。
这么一来，在能增加伤害之余，又不会影响整体队伍造成的伤害，这点还是蛮好的。总结来说，袁绍的专武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质变的效果，并且专武给的效果也只专注在他的怒弓身上，只加强了他的老本行打伤害排行榜的能力。袁绍在有了专武后，是可以重新在伤害排行榜上出现的。毕竟那全体3层最终增伤的能力，能带来的收益是真的不小。在一些对面没有控制或控怒，我方没有生存压力的场合下，专武袁绍都是有机会出场的。对于袁绍专武的抽取建议，我个人建议是必抽的。只要你还想在伤害排行榜上占一席之地，你就必须将它抽起来。因为当场合适合，真的需要他出场时，如果你没有袁绍专武，伤害就是会比不过人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